感谢中国政府的体恤，也感谢巴西部长们的努力。在1月25日，博索罗纳公开发文感谢中国政府快速批准出口科兴疫苗的活性成分。很难想象这是出自巴西总统之口，因为很多人知道博索纳罗对华态度一直很傲慢，在新冠溯源、华为问题等问题上跟着美国起舞，而且他之前还一直抹黑中国疫苗，并拒绝采购中国疫苗。这个巴西特朗普是什么让他的嘴脸变得这么快？目前巴西国内疫情告急，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1万，而且一种新的传染性更强的新冠变种毒株传入巴西，感染病例激增，而巴西总统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如此，巴西还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对抗议不利的成为众矢之的的博索纳罗进行弹劾。在这种压力背景下，博索纳罗把中国当成救命稻草。巴西紧急批准了英国牛津和阿利斯康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中国科兴生物疫苗这2款疫苗。巴西本来指望西方国家的疫苗，对中国科兴疫苗冷嘲热讽，不过西方疫苗都被自己垄断。巴西还和印度签合同，采购200万剂阿利斯康和牛津的联合疫苗，但被印度叫停。科兴疫苗成为希望之光。之前在博索纳罗申请中国快速批准出口科兴疫苗的活性成分的时候，有巴西媒体以小人之心质疑中国可能会故意延迟出口，但中国还是快速批准了科兴疫苗的活性成分。巴西研究所能因此生产800万剂左右科兴疫苗，同时我们还在快速审批出口阿利斯康新冠疫苗所需活性成分。与此同时，巴西医疗资源告急，大多重症患者甚至无法获得充足氧气，政府仍然采购不到充足氧气。在这种情况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突然宣布将援助巴西6卡车约13.6万升氧气，并尽可能提供帮助。这些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让巴西网友动容，虽然仍然还有一些外国网友叫嚣中国病毒，认为中国此举是理所应当，但还是有更多人对中国表达感谢。有一位巴西医生表示，中国政府的体恤让人想哭，他们只想为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做最好的事，他们是天使，总是充满人道主义关怀。还有人表示，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巴西在疫情之初连个人防护设备都不会有，更不会有疫苗。据巴西G1新闻网24日报道称，巴西反对派政治组织和工会在全国多个州举行了大型抗议活动，而这次抗议内容是批判博索纳罗抗议不力，要求对他发起弹劾。他因为行事作风还获得巴西特朗普的称号，在抗议问题上和特朗普更是如出一辙，甚至有时候比特朗普还不靠谱。他曾多次公开表明新冠肺炎只是小流感，然而巴西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万，仅次于美国。这次巴西人走上街头，就是对其应对疫情不利的不满，要求巴西政府尽快安排国民接种疫苗，采取措施恢复经济，并弹劾博索纳罗。目前巴西紧急批准了2款新冠疫苗投入，中国科兴生物研发的疫苗，英国牛津和阿里斯康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此前巴西政府和印度达成购买协议，从印度求购阿里斯康疫苗，但是前往印度运疫苗的巴西运输机却被印方紧急叫停，印方暗示暂时不会出口，生产疫苗先优先国内，被印度人坑惨了。中国科兴疫苗成为了救命稻草。对此也有巴西评论表示，只有中国能救它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博索纳罗曾多次抹黑中国以及中国疫苗，巴西国内担心博索纳罗陷入完全的孤寂孤立，不能获得足够的疫苗。即使圣保罗的布坦坦研究所宣布中国科兴疫苗是安全的、最有前途的疫苗，但在去年11月，博索纳罗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表示，中国科兴疫苗可能导致巴西人死亡或失能，巴西人不应该做实验的小白鼠，拒绝购买中国疫苗，还阻止科兴疫苗在巴西境内开展3期临床试验。不过布坦坦研究所还是突破阻碍，采购科兴4600万剂疫苗。在国民情绪不满时，此前气焰嚣张的博索纳罗突然低头改变口风。在25日，他对中国迅速批准制造新冠肺炎疫苗所需活性成分出口表示感谢，而布坦坦研究所表示，这些供应足够其生产约850万剂科兴疫苗。同时，中国还在快速审批在巴西生产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所需活性成分的供应。同时，他将疫情问题寄托于美国和特朗普身上，气焰嚣张，跟着美国起舞。哪想到两头受挫，不仅是弹劾，此外由于抗议不力、亚马逊森林破坏、杀戮土著居民等，他还被告上国际法庭，包括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咎由自取。在美国疯狂遏制中国的围堵下，德国一向表现得相对冷静理智。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态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这些西方国家，真的不能抱有幻想。就在他刚表态完，转身就在中国背后插一刀。在26号，政客新闻网报道称，当美国拜登政府继续拉拢西方国家抱团围堵中国时，默克尔似乎不想趟浑水。达沃斯论坛上，默克尔在讲话中表示，支持中方提议，反对欧洲应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应该避免形成对立阵营。然而转身，日媒就透露一则消息，说的和做的似乎不一样。最近，俄罗斯 Top War 网站援引德国军事部门出版物的报道称，德国国防部正打算向印太地区派遣一艘军舰，德国海军将派出一艘护卫舰进行长期部署。该舰旨在展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并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军事联系。同时，另一项任务是遏制中国在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最重要交通干线上的军事活动。根据德国国防部计划，该舰将和其他国家联合巡航，可能会加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护航小组。之前，英国也透露将会派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到印太地区应对中国。而在19号，美国国防部消息，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夫·米勒和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签署联合声明，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将领衔2021年航母打击群部署，美军将出动 F-35B 战机和沙利文森号驱逐舰，还将为英国航母打击群和盟友一起进行首发作战部署奠定基础。英国海军早已没落，现在航母刚形成战斗力就开始飘了。事实上，拜登和特朗普有个很大的不同。之前特朗普把盟友之间的关系搞得一团糟，现在拜登则是弥合和盟友的关系，多次表达要团结盟友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西方列强们认为自己的机会又来了，意图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这和100年前8国联军情形相似，但是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这些年，中国海军已经发展出了2艘航母、055万吨大驱、052D 驱逐舰、054A 护卫舰、075两栖攻击舰等先进舰队，再加上中国研制的一系列远程反舰弹道导弹，足以证明近海岸防御8国联军已经不好使了。对此，也有俄罗斯网友表示，中国的军事活动竟让欧洲如此担忧。但德国海军本就很弱，时代也变了，既然德军能去太平洋，那波罗斯海也需要中国舰队。